世界千变万化，新闻随时发生，一波为您追踪。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3月1日星期二，欢迎走进一波新闻热点。中国谴责美国代表团登陆台湾。一个美国代表团周二抵达台湾，以表示对他的支持，这引起了中国的迅速谴责。中国称这些举措注定会失败。拜登总统派遣的代表团由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Mike Mullen 率领，其中包括其他4名前高级安全军事官员。该小组将于周三会见蔡英文，并受到台湾地区外交部长的欢迎。台湾地区行政院院长苏贞昌称，这次访问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并补充说，它显示了台美两国的重要性和关系着台湾的立场。中国声称台湾是其领土的一部分，而这个自治的岛屿则表示它是一个独立的实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谈到美国代表团访问时说，中国人民捍卫我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意志是不可动摇的。据路透社报道，无论美国派谁来表示对台湾的支持，都注定会失败。此次访问之前，中国派遣飞机进入台湾所划定的航空识别区，一艘美国军舰穿过台湾海峡。随着世界关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血腥入侵，美国似乎也在试图升高台海之间的冲突，让人们警惕的是在当前全球危机和冲突中，谁会是赢家？台湾被北京视作一个分裂的省份，俄罗斯和乌克兰是2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美国真正想要是什么？日本真的想拥有核武器吗？日本有影响力的前首相安倍晋三呼吁东京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及对中国收复台湾的担忧日益加剧之后，考虑拥有美国核武器。中国对此做出了愤怒的反应。安倍在2020年辞职前通过了创纪录的国防预算。他表示，在欧洲爆发战争后，日本应该摆脱围绕其拥有核武器的禁忌。日本是唯一一个在广岛和长崎遭到核武器袭击的国家，是美国核保护伞的一部分，但10年来一直坚持3项无核原则，它不会生产或拥有核武器，或允许在其领土上使用核武器。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很快拒绝了安倍晋三关于就核共享选项进行辩论的呼吁。鉴于我们国家坚持3项无核原则的立场，这是不可接受的。代表广岛选区的岸田本周告诉国会议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北京对记者说，日本政客频频散布与台湾有关的谬论，甚至公然发表违反国家无核3原则的虚假言论。我们强烈要求日本深刻反思其历史，王补充说，并警告东京在台湾问题上要谨慎言行，不要再挑衅滋事。安倍晋三是一位保守派人士，其毕生的政治野心是修改日本的和平主义宪法。他说，任何涉及中国和台湾的冲突也将构成日本的紧急情况。他呼吁美国结束其在台湾防御上的模糊政策。中国认为台湾是一个叛逆的省份，并指出该岛距离日本最西端有人居住的岛屿与那国岛仅110公里。安倍是岸田执政的自民党最大派系的领导人，他对安全政策进行了几次鹰派干预，这些干预在党内得到了支持，但可能会激起选民的强烈反对，他们对日本可能卷入地区冲突感到紧张。CBC 更高的利率，我们准备好了吗？加拿大央行预计将于周三上调关键利率。在过去2年中，由于利率最低，加拿大人获得了极其便宜的信贷。然而，为了帮助遏制飙升的通胀，许多经济学家预测加拿大央行将开始提高基准利率，从周三加息0.25个百分点。银行的利率影响债权人对消费贷款和抵押贷款收取的利率。现在的问题是，利率会升到多高？负债累累的加拿大人能够应对吗？最近食品和油价等家庭相关的开支都有所上涨，因此，对一些人来说，利率上升，贷款支付的增加可能会打破收支平衡。不过，人们不必过度惊慌，因为抵押贷款利率的任何上升都将是缓慢而渐进的。
加拿大1月份的通货膨胀率达到 5.1%， 为199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与此同时，加拿大家庭一直在积累更多贷款，在2021年第3季度增加了516亿加元的债务，接近历史最高水平。抵押贷款占债务的最大份额。最重要的是，债务与可支配收入的比率目前为 177.2%。这意味着加拿大家庭每1加元的可支配收入平均欠 1.77 加元。许多加拿大人都感受到了压力。在1月份在线调查 Angus Reid 的5000名加拿大人中，1/4的人表示，加息将对他们的家庭财务状况产生重大负面影响。如果加拿大央行提高基准利率，拥有浮动利率抵押贷款或其他类型的债务，如信贷额度的人可能会首先受到影响。那些拥有固定利率贷款的人在贷款期限到期之前不会经历任何变化。水电费在上涨，垃圾处理费在涨，税收在涨，所以利率上升只是使这一切复杂化。它就像压垮骆驼背的那根稻草。加拿大央行上个月表示，利率将需要提高以控制通胀，但目前尚不清楚利率将上升的速度有多快，以及利率会升到多高。CIBC Capital Markets 首席经济学家 Avery Schenfeld 预测，加拿大央行将在未来几年内将其基准利率上调约2个百分点。但他指出，在大流行期间，利率暴跌，因此加息 2% 对加拿大人来说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冲击。好消息是，在加息步伐结束时，利率不会真正比大流行前更高。我们已经尝到了非常低的利率的滋味，现在经济已经不能维持这样低的利率水平了。普京发出核威胁后，拜登关注什么？随着俄罗斯总统普京用核威胁向西方发出警告，拜登在周2的国情咨文演讲中面临着比预期更艰巨的任务。他必须认识到，在一个因 COVID 大流行而筋疲力尽，被通货膨胀上升和高油价所冲击，现在突然因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让人们陷入自苏联解体以来最严重的地缘政治危机的疲劳、痛苦和悲观情绪之中。拜登必须以某种方式唤起人们对今年中期选举之前更乐观的情绪，因为他面临着美国人信心的消退，即他有计划、能力和耐心来结束这场危机。与此同时，拜登需要发出强烈的信号，因为民众担心乌克兰危机可能会失控并引发与俄罗斯的直接冲突。俄罗斯拥有世界上最多的核弹头。但是，拜登与普京的矛盾在任何方面都在进一步升级。周日，拜登下令核威慑进入更高的警戒状态，这都会带来重大的风险。拜登需要平衡他的言辞，以避免这样的印象，即他作为自由世界领导人的角色正在分散他对国内经济状况恶化、犯罪率上升以及他承诺解决但尚未解决的一系列危机的注意力。由于普京在乌克兰面临比预期更强烈的抵抗，美国官员及其盟友正在谨慎地试图预测他的下一步行动，因为卫星图像显示，一支超过40英里长的俄罗斯军事车队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郊区。联合国周一证实，超过50万难民逃离乌克兰，那些留下来的人将面临着更加严重危险。拜登竞选总统时，吹捧他在前总统特朗普领导下所造成的4年动荡之后，修复和重建海外联盟的能力。虽然他最初并不认为乌克兰会成为他国情咨文演讲的焦点，但他现在仅只能标榜美国与其盟国在反对俄罗斯的统一战线上的行动是这一努力的成果。尽管他的讲话现在预计将更加注重外交政策，但拜登仍然需要展示他如何努力带领国家摆脱 COVID 大流行，同时应对受通货膨胀和高油价打击的选民所产生的悲观情绪。这个问题可能会变得更加糟糕，因为高盛预测油价可能会在俄罗斯入侵后飙升至每桶115美元。在1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升至近40年高点。对拜登来说，一个积极的方面是，大流行的第3个春天看起来是明亮的。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发布了新的 COVID 指标，表明只有约28%的美国人生活在一个需要在室内戴口罩的环境中。这个信号表明大流行正在减弱，人们正在回归正常的生活。拜登发表国情咨文之时，也恰逢美国2022年大选拉开帷幕之际，没有人预计中期选举将会围绕乌克兰和外交政策问题进行辩论。谢谢各位的收看，一波帮助海外华人及时追踪全球各地发生的新闻热点。如果对您有帮助，欢迎点赞、订阅和分享。下期不见不散哦。